看来这里就是无量玉洞。有人闯石洞。大师，大师，段施主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也想不到会遇上大师你啊！小僧受人之托，专程到这儿来的。哦，原来是为了神仙姐姐。神仙姐姐？大师倾慕神仙姐姐的出尘脱俗，神仙姐姐是个绝世佳人，大师也不例外啊。只是世间上喜欢神仙姐姐的人，也岂止我一个呢？一定大有人在。哎，实不足为奇。段施主啊，你说什么呢？谁是神仙姐姐？你跟我来。你看，哎，一模一样啊！啊，我知道了，施主所喜欢的人就是她。大师你何尝不是呢？哎，罪过罪过！这位是小僧的师娘。什么？师娘？这幅画像呢，是小僧的师傅无崖子临终的时候交给小僧的。他叫我到无量山的石洞来寻访师娘。对了，师傅还说过，他说只要师娘一看见这幅画像呢，就会教小僧的武功了。其实小僧根本就不想学什么武功啊。不过呢，师傅临终的时候交代的，小僧不敢抗命。神仙姐姐是你师娘，那不就是无崖子前辈的妻子吗？是啊，我听师傅说过，他说呢，他妻子是他的小师妹，她的名字叫做齐玉峰啊。那就对了，跟我来。啊？你看看哦，无崖子为玉峰妹书，洞中无日月，人间至乐呀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原来这里呢，以前就是无崖子老师傅和师娘隐居之所啊。哦，王夫人呢，就是神仙姐姐和无崖子前辈所生的女儿。那王姑娘就是神仙姐姐的外孙女了。怪不得呢，小僧初次看见画像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王姑娘呢。哼，原来是王姑娘的外婆，怪不得那么像呢。神仙姐姐，照说你和无崖子前辈应该是神仙眷侣才对啊，为什么前辈又舍你而去呢？其中的因由，小僧也略知一二啊。原来丁春秋就是无崖子老前辈的徒弟啊。是啊，无崖子老前辈被丁春秋那个孽徒所害，难怪神仙姐姐立下遗愿，要杀尽天下逍遥派的弟子。神仙姐姐这么做，原来是为了替无崖子老前辈报仇。原来师娘早就知道师傅的遭遇了。当年神仙姐姐和无崖子老前辈就在这里练剑，光影打在玉壁上，被山上无量宫的人看见了，他们还以为是神仙在舞剑呢。可惜一对璧人就被丁春秋那个老贼所害，被逼得生离死别，真是可惜。原来施主所说的王夫人，就是师傅的女儿阿罗。当神仙姐姐知道你师傅的死讯之后，她就将他们的女儿阿罗交托给一户姓王的人家收养，自己就又回到这个石洞，对你师傅日思夜想，最后落得郁郁而终。哇，原来逍遥派的武学这么博大精深，还集名家之长呢。可惜你师傅不知道神仙姐姐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他叫你来找神仙姐姐，求教逍遥派的武功了。那既然师娘有北冥神功和凌波微步这两种神功秘籍，
那为什么不传授给他的女儿阿罗呢？让阿罗去找丁春秋报仇呢？因为织女莫若母嘛。啊？王夫人阿罗生性偏激急躁，恐怕神功未练成，就要找丁春秋那个老贼去报仇。反而会被丁春秋那个老贼所害。是啊。再说，当时以王夫人一个美貌女子，她如果身怀2套绝世武诀的秘籍，那一定会引来奸徒的垂涎呢。那岂不是危害更深？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师娘连师傅的死信都不告诉王夫人阿罗了。今日你我能在石洞相遇，将你师傅师娘以往几十年的经历一一推算清楚，也算是有缘了。小僧和施主双话投机，一再相遇，确实有缘。既然我们这么投机，那就结为异姓兄弟吧。好啊，得蒙施主不弃，小僧非常乐意啊。其实呢，我以前也和另外一位大英雄结拜过，他就是前丐帮帮主乔峰啊。乔峰，乔施主。恐怕乔施主他不一定肯和小僧。不怕的，我大哥生性豪迈，最喜欢交朋友了。我的兄弟也就是他的兄弟，那我们今天结拜，他日看见大哥的时候，我们再结拜一次，不就行了吗？啊，对了，未知大师贵庚啊？小僧行年23。23，你比我大3岁。二哥，请受三弟一拜。哎，三弟，请起。对了，二哥，你今后有何打算？小僧自幼就在少林出家，如今糊里糊涂的投入了什么逍遥派的门下。其实应该马上回少林寺，一来呢解释玄难师叔祖的死因，二来向方丈和师父领罪。在没看见二哥之前，我就想在这里常伴神仙姐姐度过此生了。但现在看见二哥之后，听你一说要回少林寺，我想还是陪你走一趟吧。起码你方丈和你师父不相信你所说的，我也可以帮你作证啊。再不信，如果他们真的把你逐出少林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回云南。我们大理是万佛之国，天龙寺、天界寺，只要二哥你喜欢，不愁没有修行的地方。三弟你口齿伶俐，相信一定可以劝服方丈和师父，让我留在少林寺门下的。三弟啊！去看看出了什么事。走，快点，快点！不要紧吧？各位，今日一场误会，就此告辞。不准走！今天我们72岛主、36洞主在此聚会，是为了对付山上那个人。如果就这样让他们走了，万一他们向那个人告密，我们这里这么多人，你的亲属就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他所指何人？这些人无门无派，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。你们一定要留下来！笑话！哼，我吴老大说的话绝不开玩笑。我敬重各位前辈，先礼后兵。难道我莫容父会怕你们吗？慕容复，姑苏慕容，正是晚辈。啊，北乔峰、南慕容的名我倒是听过。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如果用我的招式向你出手，你又如何还施我身呢？那要看前辈你如何出招了。好，呀，吼，呀，停，呀。表哥，原来是海南不同道人的五斗米神功。不平道人，承让。想不到这个丫头居然能说出贫道的武功和来历。呀！如果不想这个臭丫头死，向我科武之根抢头，把他放了。我科，只要你不伤害这位姑娘，我科500个响头都行啊。
阿弥陀佛，有事好商量吗？别打了，好不好？何必动刀动枪呢？伤害人命呢！哎！哎呀，师傅，怎么了？摔伤了？哎呀，我早说别打了吗？以和，哎，以和为贵吗？你不要打了，好不好？让闭嘴！我们终于脱离险境了。段公子不行啊，我表哥还在山谷里，他也会有危险的。你能不能帮我回去救他啊？别打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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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！别打了，好不好？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公子，我来帮你。我方慈悲，以和为贵。三弟，你回来干什么？来，这个把人抬上天，这个人吸着人不放，这是什么功夫啊？72岛36洞的朋友，请住手，别再打了，别再打了。各位岛主、洞主，请听我乌老大一句话。善哉，善哉。我们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，是为了商量一个办法来对付天山童姥。天山童姥，他是哪个门派的？天山童姥。难道就是那两个穿着斗篷的女人所说的天山童姥？我们受尽缥缈峰灵鹫宫天山童姥的欺凌和欺压，这些年来无法摆脱。刚才贫道领教过慕容公子的高招，姑苏慕容名震天下，慕容公子威名远播，如果有他和他的朋友相助，不愁大事不成。有道理啊，有道理啊，有道理。如果得到公子相助，此恩此德莫齿难忘。请慕容公子鼎力相助。承蒙各位前辈抬举，晚辈愧不敢当。不过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原是我辈侠义中人的本分。其实在下早就想和各位前辈交个朋友，既然结成朋友，当然要祸福与共，患难相助了。在下慕容复，听候各位前辈差遣。善哉，善哉。大家化敌为友，实在太好了。各位岛主、洞主，我们先谢过慕容公子。谢过慕容公子。既然大家是朋友，又何须多礼呢？啊，刚才吴老大所说的天山童姥，在下并不熟悉，恳请相告。我们72岛36洞的众兄弟，都是天山童姥的手下，不但任凭他的差遣，每年还要上灵鹫宫进贡朝拜。怎么有这么不公平的事？如果你们不进贡，又会怎么样呢？请问这位公子尊姓大名？晚辈姓段，名玉。段公子，你有所不知，天山童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种下了生死符，稍不合他的心意，就拿不到解药。毒发的时候真是惨不忍睹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去年神农帮帮主司空玄，就是因为被中了生死符，他生不如死，最后啊，情愿自刎而死啊。在上个月初，我和不平道兄一块上灵鹫宫进贡的时候，我们比天山童姥指定的日期迟了3天。如果童姥一不高兴，我们就不能活着下山了。那天，我们等候接见，等了很久，
心里知道凶多吉少，突然听到里面传出拿这种东西来见我！哎呀，我好痛苦！我求求你们，一掌把我打死好了！哎呦！你们把东西留下，尊主说你们可以回去了。啊，可以回去了。是啊，走吧。啊，根据经验，童老对你和颜悦色，你就死得更惨，所以当时我们真的吓坏了，不知道童老会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我们两个。奇怪，怎么有2个伤口？拍打他的生死符穴道散功，竟然出手2次，哎，有点不对劲。天山童老功力绝顶，要打散一道生死符，从来是一招毙命。莫非童老有病，所以力不从心？如果他真的患病身亡，生死符就会落在他人之手，我们就更危险了。为了查明究竟，我们再摸上灵鹫宫。我们在宫里迷了路，不辨方向。后来我看见一个小丫头坐在花园当中，于是不管3七2一，掳她下山，打算严刑拷打。可是没想到，我们千辛万苦把这个丫头抓回来，原来是个哑巴。怎么是个哑巴？不管怎么拷打他、饿他、折磨他，他始终不说话。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！我不相信你是哑巴！哼，快给我说话！天然童老得了什么病？他得了什么病？我们用尽严刑拷打，他还是一言不发，足以证明他的确是哑巴。各位岛主、洞主，如今既然查不到天山童老的情况，我们就不能贸然行事。可是现在我们抓了这个女孩子，各位，我们应该如何处置她？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不行不行，你们这样对待一位小姑娘，实在天理难容。你们放了她好不好？不错啊，众生平等，况且上天有好生之德啊。两位有所不知，他虽然只是个侍婢，但始终是灵鹫宫的人。这几十年来，我们受尽灵鹫宫的折磨，生死符一发作，真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杀了他，起码能出一口气。对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等等，杀了他！应该找的是天山童老，找个小丫头来出气，也于事无补啊。是啊，杀了他！